韩国女神张娜拉的新剧《好搭档》震撼来袭，女主名叫张幼丽，她第一天入职，上司就要求先去买辆汽车，以及万氏手表，因为他们俩都是离婚律师。老板叫车恩静，是南朝鲜最著名的离婚律师，就连财阀的离婚案件也全权委托他来办理，胜诉率竟达100%。他的名字叫韩幼丽，刚从法学院毕业，最希望进入全国前3名。他在律所担任企业咨询律师。今天皇天不负有心人，他终于收到了入职通知，不料这成为了他奇妙职业生涯的开始。在大正律所，幼丽被安排到了13楼，正式离婚诉讼部门，由车恩静负责。两人1年前就有过接触，那是在法学院的一次讲座上，车恩静询问幼丽，如果他客户出轨，却在离婚后不断诉苦，交往中怎样回答更合适。幼丽不假思索地重复了书本上的理论，因此你只是法学院的学生，并非律师。车恩静指出这种回答毫无新意， AI 的观点更具新意，这是蒙成他心头的刺。转眼到了介绍工作的环节，幼丽不懂为何被安排到离婚部，这背后的原因要追溯到1年前。当时他以为办离婚案就得花老半天听人家倾诉，但车恩静特意选他，是为了证明离婚律师的工作不只是听人倾诉那么简单。幼丽听后显然有点不乐意，车恩静见状就提出打个赌，只要连赢10场官司，就马上推荐他去公司的企业咨询部门，还要他赶快买辆车和一块手表，因为律师的时间宝贵，不能耗费在通勤上，频繁查看手机时间会让客户觉得不尊重。毕竟大正律师事务所全国排名第2，律师的薪水也是同行的3倍，因此他认为工作效率至少要提3倍。工作安排好后，幼丽迎来了他的首位客户，但车恩静只是随意一瞥，肯定是劈腿了，最好还是劝他们和好。他穿得挺整洁，很受女性欢迎，还有自然的触碰，亲切得很得体，看着就是爱劈腿的类型。他还带来了太太的起诉书，儿子也被硬拉来作证，希望你表现好点。幼丽半信半疑地走进洽谈室，结果真的发现被控劈腿了，但是委托人老普坚决否认，因为起诉书里并无直接证据。他解释说他太太非常疑心，不只是在公司当众发火，还觉得大家都在欺骗他。说完又让儿子上来证明，明显看出小伙子很不愿意，但仍说母亲总疑神疑鬼，从小让他偷爸爸手机，还得跟踪爸爸的聚餐去拍照。老普的儿子所说，幼丽深受感动，极度产生了共鸣。你也打算离婚对吧？我不想离婚。老普特别体贴，他说和太太是青梅竹马，所以得好好守护这个家，言辞之间满是真情实感。于是幼丽向他保证，一定会驳回诉讼，但这遭到车恩静的反对，因为专业人士不能轻易做承诺，正如医生不能保证病人康复，但却需要病人的信任，律师也不能预测案子怎么走，咱们又不是神，何况你还是个新手律师。车恩静解释得很清楚了，可幼丽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，他认为老普的儿子应该没撒谎。车恩静只得再次强调，父母面对孩子时往往会掩饰真相，所以孩子可能不清楚真实情况。这个案子中老普很可能是假扮受害者，我确定他肯定没劈腿，我肯定会反驳这官司。如果老公外遇了，老婆肯定能感觉到。车恩静希望幼丽通过这次任务彻底认识到自己的傲慢。2天后案子就要开庭了，太太要求离婚，要求精神赔偿和1半的财产分割。幼丽一听马上回应，丈夫坚持不离婚，反而抱怨因为妻子的多疑，让她在婚姻里苦不堪言，因此要求驳回所有诉求。就在此时，原告律师匆忙赶来，提示幼丽查看新提交的证据。这份新证据是老普和女员工的聊天截图，上面的措辞真的很直接，甚至有些不堪，淫秽且难以启齿，连起诉律师都不愿意念出来。但这一切车恩静都预料到了。就在法官询问及亲属的谩骂中，幼丽突然想起车恩静在来时的车里曾提到，若不知如何辩解就庭审前我会给出回应，庭审前我会做出回应。刚走出法庭大门，监利被妻子的母亲紧抓住，斥责他没良心。车恩静见状赶紧躲开，家属们不停地辱骂，怀疑幼丽和老普有染，而首次出庭就让他体会到当离婚律师的艰辛。回到律所，幼丽把从别的律师那里拿到的证据丢到桌上，质问老普发生了什么事，为什么对他说谎。但老普只是嘿嘿笑着，说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样。那到底谁说的是真话呢？是什么让结婚25年的妻子歇斯底里的要求离婚？又是什么让胜诉的律师？当晚我便草拟了辞职信。原来老普这人不但没有出轨，还指责他的律师不信任他。幼丽一头雾水，聊天记录里那些荤段子是怎么回事？老普一看，忍不住大笑出声，笑着笑着说，心不干净，看啥都不干净。
佑丽嫌麻烦，不再理他，只想看他怎么瞎编。结果老普的解释居然是女下属约吃饭代表请客。车恩静听得都快笑疯，他觉得佑丽完全可以用这套理由来辩护，大赞老朴真是个才子。但佑丽觉得这辩护不但法官不信，连他自己都觉得太假。真的要用这种理由辩护吗？恩静这样问佑丽。律师仅是代理人，如果客户坚持，就得按他的想法行事，必须保护他的利益。如果案件赢了，可以排入企业咨询部的计划。总觉得法官不会信，这么做显得很可笑。如果你感到尴尬，那就先把自尊放一放。我从没说过有普通人含佑丽，只有含佑丽律师。实际上佑丽感觉老普在撒谎，他追求的是正义，不仅仅是赢。车恩静一眼识破佑丽的想法，于是告诫道，既然律所收了老普的费，哪怕他在撒谎也得按部就班。而且有可能我们了解到的是真相，即便可能性极低，得为那1/1000的机会拼尽全力。毕竟律师行业也是一种服务业，法官最终会决定如何裁决，律师应该专注做好自己的工作，目标就是要胜诉。眨眼间，第二次庭审就开始了。佑丽根据老普的说明进行了陈述，对方律师立刻反驳，人们在谈论隐私时，往往用模糊的词语来替代。佑丽觉得众所周知的常识，不见得真的是事实。此外，还有关于太太多疑的新证据，是一段录音文件，他清楚地怀疑丽是老普的情人，这个细节很关键。佑丽在洗手间录音时，让外面的太太和家人轻点声，几个人不知情地说了几句。对方律师认为偷录违反了法律，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。佑丽立马提出，他和录音对象当时在同一个地点，同时他也参与了谈话，因此没有违法。其次，另一项证据是由其子所写的陈述，指控母亲经常让他监视父亲，导致在紧张环境下成长，产生对母亲的恐惧等描述。太太一听马上站了起来，估计是老公给孩子钱诱使他写的。怎么能说是诱使呢？难道小普还是孩子，买个玩具他就会听话？你好大的胆子啊！就在此时，原告的律师说老普给儿子汇了3000万韩元，怀疑这是诱使的报酬。法官也想弄清楚这笔钱怎么回事，这是他的零用钱。佑丽说老普为了家庭和谐，担心夫妻冲突对孩子造成不良影响，不想让自己的过错伤害到他，因此这笔钱是给儿子租房子用的。撇开这些不说，仅仅因为父亲给儿子钱就断定是引诱，实在有些牵强。对于车恩静，佑丽的表现令其满意。庭审结束后，佑丽打算坐地铁回律所，正好遇见太太和他儿子。出人意料的是，从未出庭的老普也来了。太太指责那位没有良心的律师，他认为他把他的人生毁了，都是因为你这样失控，你的家人才会离你远去，换作是我也会觉得烦。你说什么？请你们别吵了！儿子怒吼着离开，太太直接坐倒在地。年轻律师怎能理解我为何会失控沦落至此的缘由？我儿子5岁那年开始，老普已经第6次偷情了，看见他和别的女人在我家卧室干那些龌龊的勾当。太太不期望老普认错，但至少应该同意离婚。不懂为啥她丈夫不放手。转眼已经第2天，诉讼最后老普赢了。佑丽打电话通知时，电话被一个女人接了，直到现在她才意识到错误。判决书的第1条内容，驳回太太的起诉。第2条，所有诉讼费用将由一贫如洗的太太支付，同时提供的聊天截图不能证明出轨，原告和被告之间仍可能修复彼此的信任和感情，难以确定两人婚姻无法恢复。但不知为何，赢了官司的丽丽却感到不快乐，甚至打算辞职了。正当她准备写辞职信，突然想起同事曾说16楼有个身心疗愈室。与此同时，车恩静回公司取案卷，她突然看到佑丽的办公室亮着灯，但人不在。此时佑丽刚好走进疗愈室，她意外地发现里面最深处的2人在厨房忙着做饭，其中一位是大律师车恩静的丈夫。同时恩静正要离开办公室，注意到电梯停在16楼，出于好奇，她决定上去看看，恰好见到了匆忙逃离的佑丽。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呢？如果你看到朋友的另一半出轨，你是选择说出来还是保持沉默呢？转眼已经是第2天了，SAR作为前台告诉恩静 VIP 室的客户已经在等了。尽管知道这个案子的佣金很高，大律师恩静却因为有2个委托人，决定和新同事有利一起处理此案。SAR显得有点不高兴，就叫那2位委托人圣母哥和委屈姐吧。委屈姐愤怒地说，她一直信任她那个渣男丈夫，直到有一天她在车窗发现了个手印。圣母哥也是最近才感到奇怪，渣男总爱迷离地盯着人家妻子，说是在谈周末的露营计划。2家原来关系很铁，可到了露营那天晚上，圣母哥的露营车暖气坏了，渣男就建议晚上大家挤他车里睡。过了一会儿，委屈姐突然醒来，发现自己的渣男和圣母哥妻子都不在了，
他突然有了不祥的预感，马上从他的露营车走了出来，听到对面车内有东西掉落的声音，然后目睹了难以忘怀的一幕：他的渣男丈夫正与圣母哥的老婆做饭。这时他才意识到车上的手印是那女人留下的。之后的日子里，他感到非常委屈，犹豫是否该告诉圣母哥，心里一直觉得不吐不快。丽听到这些后，脑海中不停地浮现昨晚的场景，他也感到同样的痛苦。得知真相的哥们儿，不只是弄到了录音和视频，连妻子的亲口认可也有了。车恩静觉得有了这些有力证据，赢这场官司应不是难事。再考虑到那副好老公，应该能分到不少财产。昨晚恩静对郑律师说，他看到佑丽在写辞职信，感觉新人坚持不了太久。郑律师提醒恩静，已经失去了不少新人，不要对员工太苛刻，试着多鼓励鼓励吧，总归树敌不是好事。马上要开离婚案庭了，恩静要求离婚和精神赔偿。渣男忽然站起来，宣称和圣母哥的妻子是真爱，所以一点也不觉得羞耻。恩静听了非常高兴，觉得这是意外的胜利，立刻让法官记录下被告的话。但渣男提出离婚，并坚持要孩子的抚养权。恩静指出抚养权问题不属于这个案件的讨论范围内。真没想到，渣男居然想抚养圣母哥的孩子。好家伙，这番话竟然深深打动了圣母哥的妻子。法官讨论后，觉得双方愿意和解，接下来就庭外解决吧。庭审后，车恩静提醒对方的律师，渣男的爹是国会议员，如果儿子的事情闹大了，对他没有任何好处，所以相比于在庭上争执彩旗，庭外和解显然是更佳的选择。然后不待回应就带着佑丽离开。晚上佑丽独自坐在办公室，心里没法平静，在想要不要把真相告诉恩静。于是他约了同事小普，没有根据地向对方寻求意见，我很快会通知对方。听完答复的有利决定了，就在院外调解前，佑丽说有事要说，但恩静以为他要辞职，不能让他先说，等结束后再说，好吗？到那时可能晚了，哪儿迟到了，顺便跟有利说一声，上次特意提醒那个对手律师，他们应该已经懂了言外之意，如果要保护自己的名声，就得提出比平常更高的和解金额。但有利觉得有些事钱搞不定，像是人的情感。听恩静这么一说，觉得这姑娘可能真的打算辞职了。调解很快开始，没想到那个渣男居然如此嚣张。恩静觉得圣母哥和妻子结婚时间不长，身家仅有5亿韩元，考虑到妻子婚后没收入，为家庭付出很多，因此同意分给他1亿韩元。另外，孩子的抚养权归男方，每月支付50万韩元抚养费。妻子一听就马上反对了，她要求分到5亿韩元的一半，还想拿到孩子的抚养权。佑丽一听就火大了，不知道错的一方怎么能说出这种话。圣母哥也不理解，妻子怎么好意思还想和孩子一起，反正他是不会放弃抚养权的。这时那渣男打断了大家的争论，建议大家先听听他的和解建议。这小子自己想要照顾，还有圣母哥的所有孩子，付出30%财产，总额20亿韩元给受气姐，并承诺不动用圣母哥的存款。对这个方案，车恩静心里很满意，旁边的有利却不理解。圣母哥更是指责他想买孩子，而受气姐却没吱声。看到这样，佑利误认为他很伤心，忍不住开始教训对方：你们难道不考虑孩子吗？恩静怎么阻止都没用，佑利就是不肯停止，最后只能说对这突然的提议需要时间来思考，下次调解再做回答。这让佑利气得瞪了他一眼。恩静完全懵了，不懂这小姑娘哪儿又怪怪的，我又不是那边的律师，你居然还在法庭瞪我。恩静告诉佑利，他们不是警察，没法保护正义，而且受气的姐姐也许能接受。有利坚信他绝对不会为了20亿放弃孩子。没想到恩静这么一说，为了孩子才会做那个决定。妈妈对子女了然于心后选择离开。产权分割的问题昨天下午又谈了一次，圣母哥坚决反对。出乎佑利意外，受气姐居然妥协了。你是想用子女换钱吗？其实受气姐想通了，她的孩子一直在贵族学校读书，身上也总是名牌，按她现在的情况是负担不起的，加上没时间照顾，而且财产全是公共的，打官司也分不到多少，或许妥协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恩静听后赞同受气姐做了明智之举。旁边的有力气的不行，他觉得即便妈妈没能力，孩子还是想跟妈妈一起住，怎能把抚养权给三儿？受气姐难过的没接话。佑利持续辩论，别让孩子长大后以为是妈妈抛弃了他。对不起。第2次庭外调解很快开始，原本坚持抚养权的圣母哥也投降了。事情以渣男的和解方案告终。离婚协议签完后，圣母哥突然起身，嘱咐前妻要好好照顾孩子，别只给他们吃泡面和咸菜。如果有人问为啥不和爸爸同住，就说是他的问题，别承认是自己的错。回公司的路上，
恩静不懂力，为何总是钻牛角尖？那渣男和前妻根本不可能复合，出轨的人在法庭上总是那套忽悠人的真爱和未来，这样看起来就不那么虚伪。而孩子也没被带走，如果常常见面探视，孩子们自然会想跟妈妈住在一起。渣男为了证明自己，争取抚养权，等他一忙起来，就没空照顾孩子，所以一旦判决确定，他的热情也就消失了。万一他真拿抚养权要孩子回去，也不能强迫未成年人。律师的任务是帮助处理这些事情，甲方力争最大利益。佑丽有点迷糊的点头。恩静带有力逛奢侈品店，送她一个全新手提包，同时为老公准备结婚纪念日礼物。那天晚上，佑丽注意到前台的裙子和那天晚上的女士一样，感到不安，马上叫恩静见面。您弟老公有外遇了。如果老公出轨，太太肯定能察觉，她会通过各种方式知道，只是有时候难以确证而已。那天下午，她直接去了丈夫工作的医院，却发现那里根本没有姓崔的医生。最后的线索变成了一个错送的快递，包装很精美。恩静一开盒子，立刻愣住了，里面是丈夫和秘书的婚纱照，如同碎镜，无法恢复原状。但她冷静下来思考，冲动地揪着狗血情侣的头发，或者砸东西出气，这些做法都会给对方抓住把柄。因此，恩静总是劝说客户应以冷静的心态去处理。丽真是不懂，既然都知道了，为什么不离婚？难道没打算离？对，我不想离婚，所以你也没必要大惊小怪。佑丽觉得不能就这么放过那帮人，如果换做他，肯定直接提交诉状，还会直闯对方办公室闹事。但恩静更看重利益，离婚只能得到区区2000万抚养费，一个是跟他10年且才华横溢的秘书，另一个则是无声无息照顾孩子13年的丈夫。真的要同时把他们2个都赶走，还接受那点微薄的赡养费？佑丽听这话后提高了嗓门，眼前似乎只有这一条路了。你这个年纪的律师还老是被法律左右，别让法律限制你，学会利用法律才是真正的律师技能。但佑丽感觉被2个人同时背叛得有点反应，虽然劈腿不犯法，也不算犯罪，撇开这些不说，想要法律和家庭正常运作，那律师，你的人生呢？丈夫一离开秘书家，就向妻子提出离婚。其实这对夫妻以前也讨论过这事了，每次提到离婚原因就争吵不休。不清楚恩静是觉得自己家庭付出较少，还是因为她是离婚律师，才选择辞职做全职太太。而丈夫多年的积怨终于爆发，不愿再重复同一个问题。我愿意按你的想法去做。对我而言，她不再是妻子，也不是女人，更不是女儿的母亲。同事向有利透露这些，她每小时咨询费30万韩元，虽不及合伙律师，但对新人而言确实不菲。另外还友善提醒，有4种客户尤其难缠。首先是因孤独找上门的，他们往往不想离婚，仅求心理慰藉。其次是第2种，觉得收费太高，把律师视做贼一般。然后是第3种类型，总是一问再问的人，解释了他们还是听不懂。最后一种就是有选择难题的人，同事们觉得这种最棘手。旁边的恩静提醒说，公司的规定是咨询次数不能超过5次。有利不解为什么客户自付费用还得受次数的限制，恩静只能耐心解释，这是律师事务所，不是按小时收费的咨询中心，多次超过5次咨询的客户通常很难决定是否离婚，因此第5次我们会让新律师来接待，这算是一种委婉的拒绝。没想到佑丽点头同意了恩静的看法，嘟囔道，离婚的确需要勇气。佑丽刚好碰上第5次咨询的客户，女儿每次看到父亲喝醉后酒后打母亲，让人非常气愤，坚持他们应该马上离婚。但母亲担心离婚会被人贴上离婚女性的标签，还担心丈夫没有她会饿肚子。佑丽听后说，离婚不仅能分到半边财产，还能远离天天打她的人。在女儿和律师的建议下，这位妈妈最后决定提起离婚诉讼。然而恩静却抱怨有利为何要揽这桩棘手的案子，若非今日是最后一次咨询，担心将来无处倾诉，客户肯定不会同意离婚，担心他会在打官司中反悔。有利听了还不信，结果那晚确实被打脸了。我觉得还是不要继续打官司了。他还急忙解释说，要不是因为偷偷找律师也能避免被打，朴真淑决定不离婚了。有利实在受不了他这么窝囊，坚决主张离开这种男人，马上叫朴真淑把他电话给她丈夫，以后有事找律师处理，跟着我，信我就对了。下班后，佑丽向徐律师求助，为什么客户知道这不合理还坚持的情况还不忍心离婚呢？是缺乏勇气吗？徐律师觉得可能是因为恐惧，哪怕再坚强的人最终都怕孤单一人。晚上回家后，佑丽问妈妈，之前和爸爸离婚会不会觉得他很可怜？他长时间没回答，又觉得有些迷茫。明明知道爸爸有外遇，为什么还不愿意离婚？
会不会是因为在乎女儿？妈妈这么说是第一次，我怕你学习受影响，才迟疑不决的，也试着去理解你爸。委托人又打电话来了，朴真淑又想放弃离婚了，这理由真让人气恼。丈夫向她保证以后绝不喝酒，语气温和，不同寻常。佑丽听了直接头疼，她告诉朴真淑千万别信他的话，先别急着做决定，看看明天怎么样。可是第二天一早，佑丽就收到朴真淑的短信，她丈夫昨晚差点自杀，还把所有责任归咎于她。朴真淑觉得离拉不是出路，这位命苦的女性所能做的，明知同样的事会再次发生，所以她才请求取消离婚，但佑丽偏不同意，说服母亲不应找律师干涉。最后朴真淑情绪爆发，几乎是强行被推出了医院。随后她前往大律师办公室，询问如何处理此案。就先观望吧。恩静提醒说，虽然不是律师的错，但以后别再用那些不起眼的使命感和微小的正义感去劝委托人离婚，毕竟决策权不在律师手中。他希望韩佑丽能和律师佑丽区分开，那些不现实的话只适合从韩佑丽嘴里说出，别总是从自身角度出发，而应考虑当事人想要惩罚丈夫的心情。尤丽迷迷糊糊离开了办公室，来病房看望，却见丈夫突然举手要打老婆，朴真淑却摆手说没关系，之后把有丽带到外头，再次请求撤销诉讼。这时温静突然出现，她告诫朴真淑别对丈夫抱有期望，人的本性难以改变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家暴循环不断，在同意撤销诉讼的同时，还推荐了律所的其他法律服务，一次付清5次费用还有折扣。有丽处理的第一个案件就这样结束了。事后有丽感到困惑，为什么还要向他推销服务？恩静透露，人在某一刻会突然愿意面对现实。佑丽一路只顾眼前的路，直到现在，她觉得自己不适合当离婚律师，于是当晚就把奖品包还给了恩静，承认在诉讼中常偏向受害者。还有件事一直放心里，她发现秘书与恩静的丈夫同居，因为他们住同一栋楼。恩静虽然表面镇定，但心里仍然难以抑制不满，立刻赶到公寓下，亲自看到老公和秘书共乘电梯。那一刻，所谓的大律师形象和一直维持的家都崩溃了。她也终于接受了现实。恩静怒气冲冲地出现在后面，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了，韩律师。文件夹里全是老公出轨的证据。佑丽有点不懂，难道他一直在准备离婚吗？恩静直言他擅长这行，所以搜集证据轻而易举。其实他这么做是为了阻止离婚，因为韩国法律规定，有过错的一方不能提出离婚。但自从看到丈夫和秘书亲密以后，原本保护家庭的决定顿时破灭了。恩静说着说着就哽咽了，她希望佑丽能配合她，上演一场全球最完美的离婚表演。离婚表演。第二天一早，秘书接到了法院的传票，指控他与已婚男子有不正当关系。就在这时，恩静走进了律所，那人还装模作样的站了起来。没想到恩静直接叫他去办公室一趟。秘书一进门就想拉上窗帘，生怕出丑，但恩静阻止了他。正房和小三即将火并，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这问题小三总爱问，看来他真的很好奇。我得先走一步，你不也是小三吗？气急败坏的小三警告恩静，她早已和她男人形同陌路了，甚至有时连陌生人都不如。听到这话，恩静差点笑破肚皮，没想到三儿和她老公说的居然一样。虽然她言辞上有点小优势，但心里却痛得要命。另一方面，她老公也被传唤了，她稍显惊讶的同时，也气愤妻子竟然早有安排，于是马上给恩静打了电话。事到如今，丈夫暴露真面目，她总觉得恩静时刻监视她，厌烦的大喊，庆幸决定离开是对的。恩静忍着泪，让那渣男以后找她律师联系，而她却诬陷恩静和徐律师有染，此刻感到很委屈，多种复杂情绪翻涌而出。恩静从未想过自己深爱的人即将离婚时还伤她一刀，过去的守护原来只是自己的单方付出。下午，佑丽来到了办公室，不知为何选择她处理这场官司。直言不讳地说，她其实不需要律师，自认为已经足够精通，其实只是想找个平衡点。佑丽还没搞清楚她话里的含义。恩静赶着她马上去 VIP 室迎接那位上市公司老板。普老板的太太要求离婚，并且要求分得公司1半的股份。据了解，这对夫妻长期两地分居，虽然结了23年婚，但已分开生活10年。按照相关法律规定，婚姻存续期间应分给妻子1半股份，但恩静有自己的要求。这家公司是在夫妻分手后才上市的，所以它不算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也就没有分割的必要。但问题是如何证明这一点？丈夫和小三请了顶级律所的大状，希望他能帮忙打赢这场离婚官司。
大律师审阅诉讼文件后只能摇头，因为证据实在太充分了。丈夫还说孩子只由他一人抚养，孩子更喜爱和他相处而非妈妈，显然家庭出问题了吧？似乎他挣了点钱变得傲慢了。这时候丈夫要求抚养孩子，旁边的三儿听了震惊的说不出话，显然他不了解情况，或者他不想带恩静的孩子。接下来普老板的审理开始了。恩静认为他们不是分居，实际上是分开生活。所谓分居就是指夫妻因为关系破裂而分开住，像是陌生人一样没有往来，因此财务也完全独立了。妻子在庭上提出反对，表示虽然分开时间长，但感情依旧深厚，他们的朋友都很羡慕。恩静在3个月前提出，被告公司公开上市后股价翻了10倍，这是原告为了延长婚姻时间，为了把这笔财产归入共同财产内，认为对方的主张是虚假的。起诉方的律师认为，既然2人已经分居生活，那被告为什么会持续提供生活费呢？甚至金额还不是一笔小数目，再加上他的出入境记录可以证实，直到2年前，被告每年都有2、3次出入境的记录。法官也觉得这需要有证据，于是恩静说出了那句名言：下次开庭前会回复。庭审一结束，恩静提出延期3周再开庭，并提醒有利老板的小女儿快成年了。他这么一说，想到未成年的诉状可信度较低，但第2天，佑利迷糊地从床上起来，突然发现身边有个男人。韩剧《好搭档》迎来巨大反转，离婚律师竟是婚内出轨的一方。原来恩静和丈夫离了婚，这事闹得人尽皆知。律所老板白铁龟气愤地要一个解释。就在那一刻，徐律师走上前，先安抚了恩静，再劝白铁龟冷静一下。身边的人都在关注着，何况那些小道消息未必真的。在徐律师的劝说下，白铁龟气呼呼地离开律所。明显的，他和恩静不仅仅是同学那么简单。在白铁龟走后，徐律师走进恩静的办公室，埋怨他竟然没告诉离婚的事，还是通过小道消息知道的。接着他突然换了话题，想要提出帮忙，但恩静突然想起前男友说过的攀附的话，直接拒绝了徐律师的好意。她的前夫约她见面，问她是否认为一切都是他的错。看妻子不为所动，他又把女儿拉进来，指责恩静自私，不考虑孩子的感受。恩静最讨厌的就是用孩子来威胁，难道这样就是为孩子好？他还明确告诉那男人，别再提起女儿，更坚决不会私底下和解。但问题接踵而至，老普的妻子找上了律所，指明要见顶级律师。恩静一坐下就明白了他的目的，无非是想要30%的股份，似乎做出了巨大的让步。恩静明确地说，别提30%，连1%都不想给。妻子转了转眼珠，但那些钱最终归子女。恩静觉得妻子只为了钱想离婚，先不说这多矛盾，这样的人真适合当母亲吗？妻子脸色铁青，哑口无言，但是她还是给丈夫发了条短信。老普害怕会发火在女儿身上，想把1半股份给妻子，解决夫妻的纷争。妻子知道只需要以孩子做威胁，丈夫便会唯命是从。真要这样一辈子受到以孩子为妻子的妻子操控吗？她回想起那个也用孩子做手段的丈夫。旁边的有利注意到恩静静了下来，不断鼓励老普加油。听罢，老普叹了一口气，说明天是小女儿生日，自己这副模样让女儿看到会觉得羞耻。时间飞逝，转眼进行第2次庭审。有利提出了小女儿的陈述书作为佐证。陈述书写着，我是诉讼双方的小女儿朴雅里，爸妈以他们的方式爱着我们。父亲在我出生那年，我用自己的名字注册了公司。过去20年里，我一直致力于扩大它的规模，而妈妈则远赴异地，亲自带我们和教育我们。5年前，他们当着我们的面宣布将以父母的身份继续生活，但不再作为夫妻，各自开始新生活。妻子一听这话，立马站了起来，希望法官别听孩子的，毕竟最小的女儿还未成年。恩静马上提出，她写陈诉书的时候已经满18岁了。最后，老普赢了离婚诉讼。晚上，恩静请有利庆祝成功。宴会中，有利问如果三儿想和解该怎么办。我要复仇。然而第2天，佑利拿到一份爆料，上面指出婚姻破裂的原因是恩静出轨了。恰好进入办公室，看到恩静和徐律师举止暧昧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秘书为了追求渣男，竟背地里污蔑他的妻子。一个男的对你老婆有意思，我就料到了。当他的律师了解真相后，竟建议他主动求和。原来小三儿盼着渣男早日离婚，捏造出徐律师倾慕恩静的剧情。没想到渣男竟然信了。小三儿见状推波助澜，公司里人尽皆知，这2人常常同行出差，很可能早就在一起了。他们起步可能比我们还早，反被我们当坏人，真是冤枉。三儿马上提出，得在开庭前扭转形势，
于是他和渣男分头行动，恩静跑到满天飞，瞬间国民离婚律师形象全毁。接踵而至的是网友的误解和谩骂。刚进办公室，就把徐律师叫到办公室，为离婚带来的麻烦向他道歉。水杯一不小心掉地上，摔得稀烂。两人差不多同时蹲下来收拾，结果碎玻璃割伤了恩静的手。徐律师正在关心他的伤口时，有利突然冲进了办公室，正好见到他们亲密的举动。你也这样想吗？原来有利早就得知了这事，而找的律师发来反诉书，把婚变的责任都推到恩静身上。下午，有利给恩静打了个电话，请他马上到 VIP 咨询室来一下，就车恩静这案子来说，我是律师，你是委托人，希望能明确我们的关系。两人面对面坐得正正的，有利以律师的身份想要确认恩静和徐律师并非外传的劈腿关系。恩静觉得这问题无需回答，但他忘了自己曾告诉有利，劈腿者的借口都一样，声称另一半多疑。被有利这么一说，他挺无奈，但还是耐心解释，作为委托人的律师不能仅仅追问无证据的流言，而需要制定相应策略，尽力推翻那份反诉状。最后在恩静的指导下，有利鼓起的勇气消散了。这不是他所期待的，哪有客户这么霸道的？律师问什么不就得回答吗？下午徐律师自己找了有利，严格说他是这次事件的受害者，所以觉得应该澄清，他们是在工作时认识的，那时女律师甚至无法公平辩护，导致客户不敢雇佣。但恩静却与众不同，每次对方律师提出无理要求，他都会立刻据理力争，即使法官介入调解也没用，他坚决保护客户的权益。就这样两人共事一段时间，但3个月后的某天，恩静突然提交辞职申请，宣布她将与相亲中遇到的渣男结婚。对于结婚的态度，她觉得谈恋爱就像打官司，不该把时间全花在这上面。而徐律师一直对恩静保持敬意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有利察觉到他喜欢她，因为一般受害者面对公众指责时都会找借口，甚至大声表达委屈或愤怒。徐律师不仅没有，反而更担心恩静，所以有利看透了他的心思。但作为律师，他还是得劝一句，请别再做对恩静不好的事。晚上三儿跟渣男玩得很开心，他们觉得计划挺成功的，已经在憧憬将来的美好生活。第二天，三儿主动找有利见面，说明有些新人对公司的人际不了解，他手里有反击的证据，因此建议有利劝恩静选择和解会更好。明知三儿有错，和解似乎对恩静更好。他刚回公司还未开口，恩静就知道三儿是来和解的。你因为报复心盲目行事，这样下去不只是财产要分，连积累的名声都会毁于一旦，到头来你的女儿会受更多伤害。车律师，我已多次明确拒绝和解，所以快找其他对策吧。又利郁闷地被说了一顿。没多久，秘书送来了一份案件文件，恩静特地指派丽去外地出差，目的地是遥远的三达里。秘书还提醒了一句，这次出行对新手是个绝佳的学习机会，还让小泉律师跟着去。有利马上就意识到了，肯定是恩静为了报复他让他和解的行为。其实自从上次分别后，有利希望能更受瞩目。佑利觉得目的地挺远的，小泉也觉得可能得在附近过夜，但附近连个汽车旅馆都没有。一谈到汽车旅馆，两人立刻感到尴尬，因为他们上次喝多了，糊里糊涂在汽车旅馆待了一晚。佑利和小泉问了好久，终于找到了委托人夫妇，但是俩人又重办了结婚登记，懒得付那离婚的诉讼费了。尤利敏锐地意识到，他们夫妻为逃债20年间多次假装离婚，这在韩国是非法的。究其原因，他们不得不多次假离婚，日子过得特别艰苦。佑利被这份真爱打动了，在回来的路上，小泉建议汇报一下，夫妇俩没财产，无法还债，这案子也给了他不少思考。于是第二次日，他向恩静提出曝光渣男重婚的事，虽然这次很陌生，但肯定会掀起大波澜。你也想以牙还牙吗？就是以关键词对关键词。原来昨晚小泉问了这个问题，事件真的就像眼前发生的一样。佑利毫不犹豫，直言那渣男和小三真的就演起了重婚戏。他觉得既然他们诬陷恩静，操控了舆论方向，不如同样的方法揭露他们。但劈腿这词很快就被忘记，用法律的语言更能引起公众的兴趣，这个话题肯定会抢了对方的风头。恩静仔细思考后，最后答应了。然后有利联系了同一个记者，解释了事件的关键点。正巧在恩静庭审的那天，渣男重婚的新闻登上了热搜，马上成了大家热议的话题。与此同时，恩静提醒有利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，他打的不仅仅是离婚官司，更像是大家期待的一场表演。再者强调一下，别带着那副幼稚的面孔下车。两人很快走到了法庭前，记者们抢着要报道最新进展。恩静表示她不想在公众注视下诉讼，真心希望大家能尊重私生活。
对于家庭里受辱的人，我只希望我的案子能给他们带去希望，能做个好榜样。事实上，重婚这个词引发了全国的讨论，请阐明一下它的具体定义。具体来说，所谓的事实上重婚，指的是有法定配偶的人在婚姻期间与他人同居，构成了实际的婚姻状态。这是一段非法的事实婚姻。女儿放学后，老师突然消失，但恩静推门一看，看到他正和三儿一起坐着，恩静气得青筋直冒，而三儿却得意地笑了。三儿刚刚升职，得到了加薪和个人办公室，他的座位还没坐热，就被大老板通知，你被解雇了。事实是，大律师恩静和有利了解了妻子提出离婚后，他说自己生孩子5年来，天天为照顾儿子，过着吃不饱睡不好的生活。可有利不懂为何这么辛苦，为什么不选择离婚，一个人带孩子生活呢？话还没说完，双胞胎就爬上了会议桌。看到这一幕，妻子很生气，马上把他们拉了下来。突然间，他情绪崩溃，怒问：你们为什么这么不听话？这让恩静情不自禁地回忆起，以前她工作忙，常常很晚回家，丈夫就承担了带女儿的责任，孩子整天见不着妈，让丈夫很不高兴，因此夫妻俩经常吵架。妻子的哭声把恩静拉回现实，她想出了一个急分手又不失去抚养权的完美计划，但是有利觉得这会伤害到孩子。他这么一说，妻子也犹豫了。第二天，恩静的丈夫为了抚养权，做了一件令人反感的事，他悄悄将孩子带到了提前租好的公寓，希望女儿能一起过来住。因为韩国法律规定，在审理家庭情况时，打造一个孩子喜欢且能共住的环境，有助于赢得抚养权。与此同时，有利始终认为妻子会败诉，如果揭露丈夫的行径，抚养权肯定归他。恩静提醒有利，这案子靠法规解决不了，所以下次开庭由他来带头。谈到这，有利实在受不了，他不懂为什么那对夫妻不愿抚养那么可爱的孩子，真是难以理解。恩静解释，养孩子可不简单，夫妻一旦成了父母，个人自我就荡然无存了，没有个人时间，每个父母都在进行自我牺牲，只有经历过才能理解。还想请他帮忙一件事，赶快了解一下丈夫父母的背景。眨眼案件又开庭了，这正是恩静精心设计的计划。她让妻子随便找个地方撞一下，然后以车祸为由让丈夫去接孩子，这样孩子每天都会摆不开和儿子们的关系，也能算是缺席的理由。同时声称自己有车祸后遗症，又加上没啥经济基础，这样抚养权自然该归丈夫。毕竟因为带娃已经10年没工作了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丈夫脸皮特别厚，他还被查出有酒精依赖，无法照料孩子。恩静同样不示弱，妻子以前因偷窃被惩处，更没资格获得离婚后的抚养权。你们这是在比谁不配做父母吗？恩静立刻为刚才的举动道歉，但需要明确一点，孩子的祖父母也就是丈夫的父母，之前是教育界的人，不只是优秀教师，还被区里表彰过，因此他认为他们最适合帮忙照顾孩子。佑丽突然想起，那天恩静让她查一下她丈夫的父母，原来是存了一手，双方都死不退让。法官推荐私下解决，佑丽请妻子共进晚餐，但妻子却告诉他，已经5年没边喝酒边烤肉了，没有兄弟姐妹，而且娘家也很远，所以在无人帮忙的情况下，日夜颠倒地照顾孩子，生病了也没空去医院，不久就患上了产后抑郁症。她丈夫整天喝酒，挣钱少，因此她想先离婚治病，接着努力工作赚点钱，好好养大孩子们。说到这里才真正明白，世上的父母无论处境如何，大家都在全力以赴去爱孩子。转眼到了调解那天，刚开始老公坚决反对离婚，但当恩静建议周1到周5孩子由他照看，周末由他来照顾，也就是说从周5晚上开始，老公可以自由的去喝酒，她立刻激动地抿了抿嘴唇，最后深思熟虑之后同意了。丈夫签了离婚协议。事后丽觉得那种人真无耻，只因喝酒就答应离婚。但恩静发现他其实不想签，通过接送孩子感受到辛劳，所以对他来说离婚是损失。第二天，秘书三儿穿着名牌衣服来公司，因为他知道今天能升职。自从跟随恩静以来，总梦想着有天能像别人一样有自己的办公室，心里美滋滋的。可办公室的椅子还没坐热呢，恩静就来通知他了，你不用再进去了，律所的高层决定了，你已经被开除。听到这消息，三儿顿时有点羞愧，毕竟他拼了10年才有自己的办公室，不想就这样屈服。然后恩静当着众多同事宣布，还没来得及多想，董事长的调令就发到邮箱，以违反社会公德为由，新任的三儿被开除了。公司里立刻闹哄哄的，秘书们围在一起没脸没皮，盼着早日开除他。要知道这种事情发生了以后，在法律圈可能没法立足了，如过街老鼠般人见人厌。
三儿心中极度不甘，毕竟多年工作积累了法律知识，因此直接闯入郑律师的办公室。恩静单方面解雇他其实是违规的，没想到郑律师也不纵容他，明确告知这次解雇是律所高层的决定，不是恩静大律师个人所为。三儿气得嚎叫失态，去劳动局投诉律所非法解雇，随便你。三儿没料到郑律师会这样，他干脆撒泼打破砂锅，大声说郑律师喜欢恩静，两人勾结一气。郑律师一听就火大，他不明白一个在律所干了10年的人怎么这么不懂法律，逐字逐句地警告对方，想法得变成行动才能实现公正，不应该像三儿那样因私情行事。三儿还天真地劝郑律师别多管闲事，大家可别忘了，就是他开始的那些谣言。你不是揭露我是恩静的合作伙伴吗？郑律师的观点让三儿哑口无言，他琢磨半天还想耍情感牌。郑律师都被他逗笑了，因为没想到有人能这么不要脸，所以只好提醒三儿一下，恩静遇到他真是倒大霉了，最好赶紧走人，给自己做好心理准备，以后得像个罪犯一样对待他。三儿从未遇见过这样冷酷的郑律师，一下子就感到法律无助，连思考都停止了，最后只能被人家请出去，他才不甘心地离开了办公室。可能有朋友会问，郑律师为什么权力那么大，有利也摸不着头脑？小普解释说，人家是董事长的儿，律所未来的继承者。听后有利吓出一身冷汗，不由得回忆起自己曾因恩静的案子咄咄逼人地教训别人，教条地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，担心日后会受到排挤。下午律所迎来一位委托人，一进大厅我就跟有利打了声招呼，他竟然是当年和我爸在一起的有利，真是太巧了，简直不能再尴尬。有利还不知道三儿为什么要到律所，三儿说有私事需要找恩静咨询法律问题，并提醒他别忘了以前的事情。有利还没反应过来，三儿已经走进办公室了。恩静作为代理律师，曾代表有利妈打过离婚官司，三儿就是委托人。他拿来一份手写的合同，里面是利爸临终前以遗嘱形式把房产留给他的。可恩静一看，觉得格式有误，认为他没法律效力，就把那份文件退还了。但三儿还有别的目的。那年佑利拿着标语闹到他单位，说他是破坏家庭的小三，事情搞得挺严重，公司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，决定解雇三儿。三儿因此心怀怨恨，心想总有一天要报复。三儿至今不觉得自己当初做错了，反而怪罪里砸了他的桃花运。恩静没空理他的废话，直言就此打住，咨询费会马上退回。但三儿在离开前逼迫恩静解雇有利，威胁若不照做便重演当年事件，还要求把房子过户给他。说完这番狠话就 storm out 办公室了。恩静没那么容易被吓倒，立马联系了有利妈妈见面，把刚才的经过仔细讲了一遍。有利妈思绪不由自主飘回那打官司的日子，其实是丈夫在错，但为了还在上学的女儿，她只能求丈夫再考虑考虑，并保证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但恩静却告诉她，现在要讨论的不是谁更惨，而是她想离婚，她无财权，如果不离婚，财产无法分割，到头来不仅养不了女儿，连日常生活也会受困。所以离婚确实是双赢，你自己的生活要过好哦。最后家庭主妇丽妈因没有收入，不得已在离婚协议上签字，可她现在还是迷茫，明明是丈夫和小三有错，为啥最受伤的是她？而且恩静难道不懂真相吗？虽然恩静很遗憾，但律师的责任是保护客户利益，他只是做了应该做的。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些？这是因果报应吗？有利妈的话像刀子一样扎进了恩静的心里，她的遭遇和人家一样，当年的事不就是如出一辙吗？现在轮到自己该怎么办呢？与此同时，被炒的三儿把所有希望都放在了有利老公身上，还梦想着将来和他还有孩子一起生活呢。没想到那个负心汉根本没想带着他，各种借口拐弯拒绝。三儿却小聪明一把，悄悄买了化妆台没告诉那渣男，用这招测试自己在他心中的分量。结果那男的不给他留面子，直接让师傅退货，还把门一关大发脾气，说什么现在正是家庭调查期，家里有女性用品会影响法院判决，抚养权可能会争取不到。三儿心里特别难受，感到很委屈，现在只能依靠男友，但他连一点安全感也不给。他问能否拿到抚养权后再这住，话音刚落，男友立刻火冒三丈，明确地说尽管是情侣，但他从没打算结婚，更不用说和孩子一起生活了。为了甩掉粘人的三儿，他建议以后别再见面了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娶你了？请自知自明点。只能说是自作自受，现在这种局面全是自找的，违背原则从来没好结果。原来老三儿强迫佑丽妈把房子转到他名下，还威胁不转就在律所楼下闹事。这事都过去多年了，丽妈不清楚为何还要来找麻烦。既然是丈夫和老三做错了，为什么要赖在女儿头上？听到这，老三开始赖皮，把钱都拿去给有利爸治病了。
要不是老头子答应过把房留给他，他早就撑不下去了。然后厚着脸皮去问有丽妈，不认为这个丈夫很可怜吗？有丽妈本就脾气好，没当场发火，还解释说她真的没钱了。另外，之前3亿韩元的嫁妆已经全部给了老三，只希望对方停止以雇人威胁孩子，赶快开始新的生活。因为身为母亲，我才忍到现在。听到这话，老三的态度更嚣张了，声称不照他的做，肯定会去律所示威，说丽丽是个连父亲去世都不见的人，到时候看谁还敢聘用她。佑丽妈走投无路，只得向恩静倾诉这事，并把当时的录音给了他。因为之前已受过一次害，他现在感觉挺复杂的。初次见面时，恩静是对方的律师，让他哑口无言，现在却愿意伸出援手。恩静这才透露原因，如果当年佑丽妈坚决不离婚的话，那么佑丽他爸肯定把钱全都花在小儿子身上，即便法官不批离婚，那个渣男也不会回家，到时候丽妈只能拿着结婚证黯然神伤。我只是为了保护委托人的权益，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两人的关系也有所缓解。突然恩静想问一个问题，离婚后对前夫的愤怒会不会随着时间慢慢消失？佑丽妈说不消也得接受，毕竟他是孩子的亲爹，他们俩的情况又有些特殊。丽爸已经去世了，想恨也无从恨起，二人一阵无言。恩静下午回到办公室，老三已经在那儿等着他了。老三还想耍赖，却被恩静一句话顶了回来。听说他收了有丽妈的封口费，没想到老三死缠烂打的问3亿韩元能拿来干嘛。恩静决定不再给他留面子，要知道这钱简直是敲诈啊！如果有利这个律师知道了，肯定会起诉，明刑2告。恩静马上给对方打了电话，叫他赶紧来到自己的办公室。然而佑丽一看到老三也在，气不打一处来。没想到恩静问他是否愿意做老三的代理律师，佑丽当然万分不愿意。那就先处理这个女人吧。佑丽还没弄清楚怎么一回事，老三也是一脸茫然。恩静警示对方，他将以妨碍业务、违反通信王法和恐吓罪等罪名起诉老三，因此要他马上离开。一切处理好后，恩静打算请有利喝咖啡，这样老三的事就圆满解决了。但是当有利把这喜讯告诉母亲时，恩静又陷入新的麻烦中了。三儿秘书怀孕了。韩剧《好搭档》剧情升级，妻子和秘书轰轰烈烈开打。原本面善心黑的丈夫为离婚，竟诬陷妻子恩静，在代理律师的建议下，进入家庭调查阶段，要尽量贬低妻子。所以那男人声称女儿全靠他养，妻子忙于社交，常常夜里1、2点才回家，连班级家长会都没去过一次。旁边的恩静觉得太荒谬了，不懂老公为什么要在调查员面前撒谎。没想到那个男人不仅不解释，还继续诋毁，声称照顾孩子全是他的功劳，都是他一个人慢慢摸索学的，连女儿第1次来月经也是他去买的卫生巾，称妻子不适合当母亲。听后恩静承认丈夫所言非虚，但总感觉被对方看扁到一钱不值。渣男没想到立刻开始诉苦，为亲身体验的人难以理解奶爸的不易。此时调解员询问恩静有何话要说，恩静坦言她扛起了孩子的经济责任，话还没说完就被渣男打断，大声辩称那都是为了自己。你真是因为孩子才忽视家庭的吗？当然是的，我主要是为了女儿和你。找借口真是你的拿手好戏。老公没完没了的批评老婆，每天都要应酬那些有钱的客户，重视他们甚于照顾孩子，女儿一直等到哭着睡了。这种日子已经13年了。三儿发现自己怀孕了，一时间激动的说不出话来，但突然想起了过去，昨天那个渣男说不结婚，一下子我又怕丢了翻身的机会，就打算用孩子来固守这个机会。恩静不觉得有母亲会把工作看得比孩子还重，她努力赚钱，只为了让女儿未来生活不那么苦。双方最终还是没谈妥，渣男丈夫又去咨询代理律师，大律师认为女儿的意愿非常关键，所以怎样引导她选择才是关键。那我该如何行动呢？看来可能得把三儿牺牲了。佑丽也知道选对孩子很重要，因此她提醒恩静，在即将到来的家庭环境调查中，一定要整理好女儿的房间，并且叫她主动发表意见。竟有新手律师居然比这个知名大律师还懂行。三儿准备了满桌菜，等着那个渣男回来，不知他已将他弃如敝屣。律师断言，抚养权会判给与他同住的男性，毕竟没女儿愿与父亲的情人同住，由此看来得远离三儿。于是渣男大言不惭，想撇清关系，话音未落便被对方打断。三儿说争抚养权是可以懂的，但肚里的宝宝怎么办？和恩静的孩子需要爸爸的爱，那另一个孩子就置之不理。我现在怀孕了。渣男还没反应过来，三儿就递给他一张 B 超结果，厚颜无耻地说已经8周了，友情提示在韩国堕胎是违法的。三儿肯定觉得这次他能赢，
转眼已是第二天，女儿被废柴男带走家庭调查去了。晚上一回到自己房间，就在抽屉里找到了那张 B 超单。虽然还小，他立刻明白了，肯定是三儿姨故意放的。渣男的爸带着调查员进了卧室，调查员正要说明他的工作，但早熟的女孩说她不想再听官腔了，想了解他的决定。大人得先诚实相待。调查员一走，孩子就是忘不了那张 B 超单。他虽然用被子捂着，嘴巴硬是不让自己哭出声，但坐在客厅的混蛋还是能清楚听见女儿的抽泣。孩子刚被送回恩静的别墅，三儿便冲进了那混蛋丈夫的公寓，放弃以往卑微的态度，要求另一半陪检查。渣男心里极不情愿，解释正是抢夺抚养权的关键时期，我们的宝宝就要出生了，你都不愿意看一眼吗？这怎能同日而语？怎样还有区别呢？渣男死活不愿意赔。三儿突然有了个灵感，于是他问，如果抚养权没争到，那就得和他还有孩子一起过了吧？渣男一听没多想，说要是那样的话会考虑一下。哪知三儿已经打算了一个大胆计划，他约孩子出来见了一面。阿姨只是在考虑你的感受，你为何要考虑我的感受呢？三儿不要脸地对孩子说，他们已经长大了，该明白爸妈的事了。他肚里的孩子可能是他们的弟弟或妹妹，但考虑到恩静的感受，还没告诉他。没料到孩子会问三儿有没有跟妈妈说。三儿一听，立马摆出一副委屈的模样，全怪大人。虽然他已经获得了足够的父爱，但恩静也需要他，他们母女能不能住在一起呢？没想到孩子根本不买账，跑去让妈妈道歉。调查员访问恩静家，发现孩子变得更活泼了，于是询问今天是否有答案。恩静在门外，内心极度痛苦。第二天，依据调查结果，调查员决定公开2件事情。首先，孩子比恩静更早得知爸爸和三姨的事情，这2个人扎当着孩子的面，直接抱在一起卿卿我我，聪明的女儿全都看见了，她担心妈妈难以接受，所以一直没说出口。第二件事连调查员都不好说，到底是什么事？孩子说自己有了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，聪明的女儿叮嘱要保密，但调查员觉得还是得让恩静知道。恩静听后又心疼又生气，原来女儿知道妈妈常为她撒谎，所以这次她不想让妈妈操心。也许每个父母都各有不同，用自己的方式爱自己的孩子，不知道孩子们同样用他们的方式默默爱着他们的父母。夜里，恩静生气地敲响了三儿的房门，她最讨厌的就是用孩子当筹码。她气冲冲地敲打三儿的公寓门，门一开就抓住对方的头发摁在墙上，质问对方是否真的怀了渣男丈夫的孩子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三儿不仅不怕，反而理直气壮，大声说不可以吗？把这事告诉了他女儿。对方还想辩解时，是你告诉他的吗？三儿和恩静合作10年，对他的脾气了如指掌，感觉事情不妙，立刻摆出一副委屈的表情，解释是在那男人那儿发现孩子的。听到这番话，恩静更气愤了，一把抓住三儿的头发，质问他为什么去见女儿。事态突发，三儿吓得要命，他使出浑身解数挣扎脱身，大声嚷嚷孩子有权知道自己可能多了个弟弟或妹妹。恩静愈发生气，直接抓住对方衣领，你不该惹我女儿，放手，你想找死那就成全你。恩静还想继续对付对方，毕竟她是母亲，得考虑三儿肚子里的小孩。转眼已经是第2天，律所碰到了个怪异的客户，三儿和已婚的泰迪有染。泰迪的妻子知道后要求赔偿，但三儿坚称是泰迪勾引他，认定渣男是罪魁祸首，完全没有一点悔意。佑利强调2人都是成年人，不是因为男方引诱，所以他认为自己没有错。但贵宾们觉得这都是泰迪的责任，甚至质疑佑利怎么能考上律师，不仅批评听不懂他的诉求，而且还一再强调泰迪利用婚姻取得好处，使他成了受害者。佑利耐心地一次又一次解释，法律规定此类情况要支付抚慰金，这让贵宾开始怀疑佑利的能力。他坚持由大律师恩静来处理他案子，最后有利实在无法忍受，只好把事情详细跟恩静说一遍。恩静不懂为何有利这么激动，毕竟他不是当事人。这世上总有三儿自认为是三儿，有的终于意识到自己错了，不就有个当秘书的三儿作为例子吗？再说，如果想挑选案件，就等以后自己开律所再讨论吧。镜头转换，3个人一起走进了咨询室。那位贵宾说自己之所以和那个渣男在一起，是因为泰迪告诉他们很快就要离婚了。但查看了卷宗的恩静发现，贵宾同样欺骗了泰迪的妻子。为什么他觉得自己反而是受害者呢？这是因为他认为是泰迪的妻子提供了出轨的导火索。不过秘书三儿之前也这么说过。恩静马上就被对方的陈述牵着走了。原来贵宾和泰迪是在手机店相识的，2人一见面就相互产生了好感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每当有空，中央空调都会关心贵宾，2人关系迅速加深。一天夜里，泰迪给贵宾发了一条短信，让他感觉好像心仪的人马上就要离婚了。
因此那天夜里，狗男狗女约在了便宜的旅馆。听到这，恩静敏锐地感觉到，泰迪一直带着贵宾去旅馆，却没离婚，有意拖长两人亲密的时间。贵宾听了深表认同，因为他注意到泰迪每个周末都会带妻子出游，还晒朋友圈。看来他把你当做屁友啊？才不是呢！没想到贵宾的话越来越荒唐，他以为泰迪真的爱他，但因为怕老婆，才不愿意离婚。恩静勉强抑制自己的怒气，恰巧被旁边的有利看见，于是他马上问你是不是感到很委屈，还觉得被泰迪欺骗。他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，并坚决表示不会付任何抚慰金。恩静一听这话火就上来了，如果当初不愿出钱，就不该做那事，别以为付了律师费，之前的行为就能当成没发生。有利担心恩静会失控，赶紧安抚了他一下，但是那位贵宾还是没完没了，别指望他会掏出1分钱，法院的判决也没用，就看泰迪夫妇怎么处理了。那晚，渣男老公闯进三儿的公寓，明明见到他孕吐不止，却大声斥责，指责他为了和他在一起不择手段。三儿只希望孩子有个父亲，反问他有何错，是否连做父亲的责任都要放弃。渣男哑口无言，最终从牙缝中挤出一个滚字，往后咱俩一刀两断，别让我再见到你。这孩子真的是我的吗？别联系我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有利拿到了泰迪妻子的起诉书。原来她一边怀孕一边忙家务，还得给下班回家的丈夫做晚饭。因为夫妻间久未亲密，泰迪电话突然多起来，特别是夜间，他发现那女人在破坏他的家庭。但泰迪满脑子都是那事，完全不考虑他的妊娠糖尿病和大肚子。被拒后，他总是抱怨几句。其实泰迪的妻子已经厌倦了现状，整天都感觉无力。他经常想象生完孩子就离婚。临产前 VIP 的电话打进来了，说他在常去的酒店大堂等着，因气急攻心提前破了羊水。生娃后，泰迪跪地求原谅，却把责任归咎于孕期难过。妻子希望得到道歉，月子未满就去找那位贵宾，但对方却怪他没看好老公，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。有利认为贵宾太过分了，没想到恩静找到了问题的关键，妻子只是想要一个道歉。很快进入调解阶段，那位贵宾仍然傲慢，在调解员面前没掏钱。无奈之下，恩静只好把他带出去，叮咛他要解决问题，得按他的方法来。随后几人回到调解室，贵宾的态度明显软化了。恩静对妻子说，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，比起接受几亿韩元的抚慰金，不如要求一份真诚的道歉吧。其实从起诉那天到现在，加害人连一句道歉都未曾有过。妻子深感内疚，她不是为自己难过，而是为刚出生就缺少幸福家庭的孩子心痛。只有收到诚恳的道歉，她才可能继续维系这段婚姻。然而当事人一离开调解室，刚踏出法院就回到了原来的模样，连连称赞恩静大律师真是行家，只是假装一下就免了赔偿，真是物有所值。有利气愤地骂那人是个变态。恩静旁边也警觉地提醒他，因为原告其实更在意道歉，哪怕是被迫的也好，因此他才会这么操作，希望刚才那份忏悔有那么点真诚。在回律所的路上，佑利真是想不通，妻子明明孕期那么苦，为何还能原谅泰迪？不如多要点钱好好养孩子。恩静跟他说钱不如，表面的和解来得实在。当晚两人一起去小店喝酒，佑利非常羞愧，作为恩静的代理人，到现在完全没能助一臂之力。于是次日，他带着三儿到了律所。三儿一进恩静的办公室，直接跪了下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是我的错，真的很抱歉，马上给我滚。我真想对你说声对不起，我对你和你的女儿犯了大错，是因为你现在也是妈妈，担心报应吗？还是为了少给点赔偿金的手段？恩静看到他捂着肚子，本来想说的话又咽下去了。那样在面对伤害过自己的人的道歉时，恩静会原谅他吗？韩剧《好搭档》中的夫妻离婚案快结束了，怀孕的秘书三儿不仅被渣男推搡，还因此失去了腹中孩子。但在签字那一天，过错方竟然要求分得一半财产，也就是20亿韩元的无理要求。那么这位雷厉风行的女主角会如何应对呢？原来三儿之所以向恩静道歉，是因为他和有利达成了一个协议，只要道歉就撤销官司。不过有利提醒你一句，连自己妻子都抛弃了的渣男，真的会对插足的女人好吗？毕竟背叛只分两种，从不和屡次。家庭调查结果出来了，孩子暂时不想见爸爸，希望离婚后跟妈妈一起。而那渣男却说，女儿看到 B 超只是个意外，怀疑是恩静搞的鬼。夫妻俩在调解员面前吵开了，这是妻子故意报复，那是揭露老公不端行为。调解员忍不住了，制止了夫妇的无休止争吵，提醒他们该做的是赶紧解决离婚，别让孩子再受伤。离开调解室后，渣男威胁妻子不许破坏他跟女儿的关系，
扬言愿意拿命来赌，但恩静根本不把他当回事，希望那男人能言出必行。到了晚上，那男人回到租的公寓，一进客厅就看到秘书三儿擅自闯入，他顿时火冒三丈，把一切都归咎于秘书。却见三儿轻抚着小腹，觉得母子二人终于可以得到眼前这个男人了。你给我滚出去！滚！渣男现在连装都不装了，指责三儿利用了无辜的女儿，给孩子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伤害，还厚脸皮的想要继续同居。三儿听后觉得特别冤枉，他认为自己是这事件中最受伤的，原本以为找到了一个好男人，结果却是别人甩掉的烂摊子。不久后，三儿被送进了医院，医生检查后发现流产主因是染色体异常，两人的唯一希望落空了。三儿感到这段感情似已走到尽头，渣男却连留恋都无，他这时才觉得看错了人，眼前这男人从头到尾根本没考虑过共同未来。第二天，渣男把女儿带回了公寓，想改变孩子的看法，但孩子直言这一年爸爸全在欺骗，实际上早知道爸爸和小三的事，担心妈妈知道真相受伤，所以决定永远不告诉他。爸爸不仅未改过自新，反而与小三的关系更密切了，谎言也愈演愈烈。孩子多次在爸爸公寓过夜，他却从未坦白过。女儿慢慢不再信任爸爸，直到看到那份 B 超报告，他决定认为自己没爸爸。渣男听后还想辩解，三儿肚子里没孩子，都是三儿姨搞的鬼，一股脑把责任都推给别人。没想到的是，孩子只希望爸妈快些离婚，不让母女俩再受苦。第二天，庭外调解如期而至，渣男竟主动放弃了抚养权。正当大家认为案件能顺利结束时，对方律师忽然宣称，恩静名下有40亿财产，其委托人非得一半不可，才会清楚明白的签字。有利立刻反对，指出通常获抚养权一方更需资金供孩子将来生活开销，毕竟他们没错。对此，法律顾问称要提起诉讼。正在这时，恩静突然拉住有利，见此，调解员建议休息10分钟，就这样给他结束吧。他确实应分一半财产，有利完全无法理解，仅仅是孩子的保育费，每月就要100万韩元。可恩静已打定主意，只有付这钱，才为了女儿和他爸保持联系。同时，律师不建议和解，只要耗到打官司，分到5成应该没问题。没想到那男的自己放弃了抗争，他为了女儿愿意只要3成。故事终章，没人清楚这对夫妻财产是如何分割的。他们不约而同回忆，从相识到相爱，从细水长流的幸福到成为父母，3人家庭幸福美满，却不知何时陷入危机。走到今天这个局面，到底哪出了问题？对不起，恩静啊，也许这个迟到的道歉无法修复那些感情的伤痕，也许这个微小的道歉是妻子期盼的慰藉，但总有人能通过这个道歉从不幸中找到解脱。婚姻的完结不意味着责任的停止，反倒是新起点的开端，让那些未如理想的父母有机会变得更好。恩静在感谢有利的那晚，郑律师突然接了个电话，恩静被叫到办公室，董事长铁圭表示，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太愿意结婚了，离婚部变得没多大用处了，而且当初是应恩静的提议才成立的，因此正在思考是否要撤销这个部门。得知恩静已默默为律所贡献了17年，几天前才刚经历了离婚的波折，还要照顾孩子，他正想为自己争取点什么，却被白铁圭截断了。他直截了当地表明了公司的立场，公司少了谁都能正常运作，通知他先放几天假好好想想，其实是想让他自己提出辞职。恩静心里不太接受这事，作为一名顶尖律师，他觉得律所必须需要他。这时候老师打来了电话，可能跟父母离婚有关，他女儿变得比较敏感，跟同学有了争执，希望他这阵子多照顾下孩子。于是恩静整理了手头的文件，准备交给同事处理，好好利用这个机会陪陪女儿。就在此时，佑利走进来了，但一听说恩静要请长假，立刻把手里的起诉书藏起来，还夸这决定非常明智，保证会把律所的事情处理好。其实今天一大早，有利收到了个期末委托，3个大学生走进离婚处，一个名叫声韵的被一个卷毛指控破坏婚姻，可他坚决说自己不知情。2个同学也证明了这一点，我真不知道他已婚，他竟然还有个上小学的孩子。为了查明案情细节，有利翻阅了许多卷宗，从早忙到晚。正当他不知如何证明时，突然发现那位既是老师又是朋友的人不在办公室。以前碰到这种情况，他总是跑到恩静的办公室探讨文件中的起点，恩静也总是耐心的帮忙。直到现在，有利终于明白，他原来是讨厌他的，慢慢的对他产生了依赖和信任。与此同时，恩静买了亲子装几套，打算明天带女儿去野餐。女儿听了非常高兴，但理想和现实往往相差甚远。他首次单独带女儿出行，未料到女儿有消化问题，没带必须的药物，也不会搭设置露营帐篷，
在女儿的帮忙下完成的工作。他竟然忘记了孩子不吃葱花，这些事他那渣前夫都记得很清楚。下午，一位旅游的朋友来分享食物，在认出恩静后，她不经意问起为什么没跟丈夫一起来，这让母女俩感觉就像是撒盐在伤口上。虽然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，像刺耳的嗡嗡声一般尖锐。为了安抚孩子，恩静带女儿去坐观光车，还给她拍了几张漂亮的照片。而负责给他们前面的母子拍照的，是在下方记录生活点滴的父亲。孩子的脑海里再次浮现出往昔回忆，他爸爸也曾是那样的父亲，曾有过的3口之家美好又幸福。晚上，恩静哄女儿睡着以后，发现平时不停响的手机竟然一条消息都没有。看来真如白铁龟所言，公司没有他也能照常运作吧。恩静此刻心乱如麻，觉得自己不是个好妈妈，总是做错伤害女儿的事，可孩子每次都原谅她。恩静本以为工作和家庭都离不开她，直到现在才明白自己两头都疏忽了。明天计划骑双人自行车，但售票员问我们是不是一家3口，我们俩一起骑车，误以为爸爸也来了，虽有些不高兴，骑一骑就淡忘了。这时候一位父亲骑得飞快，很快超过了我们。生活总在暗示和爸爸一起更快乐。恩静为了证明自己不逊色于丈夫，竭尽全力想要追上前面，不料突然有对情侣冲出来，母女俩躲避不及，摔倒在地。她忽略自己的伤势，迅速爬起来检查女儿的情况。另一方面，有利在众人面前揭露卷毛和妻子是骗子，故意设局让声韵成为第三者，目的是为了敲诈一大笔赔偿金。这是他自离开恩静后第一次独立破案。另外，恩静把女儿送医了，孩子爸爸呢？我没有爸爸。恩静向护士道了歉，见女儿坚定地拿出手机找爸爸，他觉得现在不是时候，如果忽然让他知道你受伤，他肯定会吓一跳。乖乖，先冷静冷静，再远他也会来的。我都受伤了，你应该来看看我啊。你的妈妈不是一直在你身边吗？虽然妈妈还有不足，但我真的很努力了呀，宝贝。我只是真的很想念爸爸。这话彻底击垮了恩静的坚强。女儿承认她虽然非常讨厌父亲，但不管怎样还是非常非常的想念他，甚至直接问恩静，将来爸爸是不是真的不会再陪伴我们了？小律师现在已经成为能独立工作的律师，但资深律师却深陷家庭纷争。最后无助的恩静给有利打了电话，我可以要求售后服务吗？律师，您遇到什么问题了吗？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，感觉好像没人需要我了。富二代老公被恐水症妻子控告虐待，不止每晚拉着他的头发至断裂，还无情地把他按进浴缸玩弄，经常拳打脚踢。富二代老公却觉得很冤枉，声称妻子总是找借口要离婚，只为了拿钱帮衬自己家。到底夫妻谁的话是真？原来丽收到恩静电话后，立刻跑去医院了。他安慰说，在律所休息的这段时间，就像孩子渴望妈妈一样，特别希望恩静时刻都在旁边。这话真是情感满满，帮大律师解除了焦虑。1周后，律所收到一宗离婚案件，委托来自律所的企业部，是大客户3字集团的长子。长子签书焕亲自说，妻子这几年来向多家律所提交离婚诉状，并向他索取财产，每收到钱就撤诉，如此往复7次。因深爱对方，每次都迁就，但却痛苦万分。在千总的请求下，白铁龟不只是接手了案子，还让新晋律师有利来负责。旁边的郑律师认为他经验不足，建议让资深律师恩金接手更妥。但是白铁龟把恩金的离婚闹得人尽皆知，担心带来不好的影响，就坚定地交给有利处理。接着有利被叫进了办公室，铁龟首先简略描述了案件细节，接着重点强调了委托人的身份，明确表示案子将由他单独处理。有利听后感到困惑，毕竟像这样的 VIP 通常是恩金来负责的。他还没说完，白铁龟就直接表明了律所打算开除恩金，但如果能让签书焕的离婚案败诉，就暂时不开除他。回律所后，有利仔细检查妻子的诉状，只见里面全是口头证据，包括家暴、殴打、扯头发和水刑等，没有任何监控、录音或手机的实物证据，这让他犹豫不决，不知是否应该全力帮助委托人。这家伙坚称他妻子在撒谎，目的只为了钱，每当谈到离婚，他就得付一大笔赔偿，妻子拿到钱后就撤诉，这事已经重复多次。他还拿出汇款记录给有利看，正如他所言，确实有7笔3000万的转账。离婚案很快开庭了，当法官询问妻子为何未提交证据，他眼泪立刻流了下来，一边流泪一边声音哽咽，承认自己没有保留任何有效证据。注意那位富二代丈夫的表情，听到这话后，他得意地笑了。相反，妻子看起来特别害怕他。身处其中的利发现了他们之间的不寻常，询问妻子，如果真发生过家暴的话，那些夫妻间往来的
文字短信、通话录音。如果真的有家暴发生的话，伤情治疗记录任何一样都拿不出来吗？妻子无奈地点了点头。考虑到这种情况，有利认为原告起诉离婚纯粹是为了钱，加上丈夫的汇款记录和妻子多次收款后撤诉，认为法官不该判他们离婚。这不是真相，我撤诉是因为害怕。法官最后决定下次采用庭外调解。妻子一听，如受惊的鸟般飞快地逃离法庭。画面切换，有利在洗手间偶然遇到妻子。关一下水龙头。啥？关一下水龙头。有利走过去看了看，突然看到妻子的后脑勺，不禁想起了诉状的内容。丈夫常拉她的头发施暴，甚至拖拽基米，造成后脑勺圆形凸斑。显然这都对应上了。没想到妻子拒绝了有利的善意，指责他是无良律师，只要价格合适，不管委托人多坏，都愿意为他们辩护。有利听后深感自责，迅速阻止签书换，想进一步了解状况，看看他有没有真的对妻子动过手。你是新人，听说好对付才找你的，我说没就没了。有利还没反应呢，签书换已经严重警告，以后别再出现在他眼前。然后这小子还把郑律师叫到门口，有利不给面子，点名要恩金来辩护。第二天，郑律师向恩金透露了此事，但恩金觉得这是新律师的绝佳机会，于是决定与有利共同进行辩护，这促使二人再次与签书换见面。恩金建议增加辩护律师而非更换，强调团队作战胜过单打独斗。签书换毫不犹豫地同意了。转眼间来到了庭外调解日，妻子依然没有任何证据。恩金认为调解几乎毫无意义，应当立刻驳回这个诉讼。正在此刻，妻子突然说出，之前的旧手机修好了一个录音，不清楚这能用作证据吗？同意之后，丈夫明显变得紧张，这才揭露了真相。看样子今晚又要玩水上游戏。原来签书换是禽兽不如，每天用暴力强迫妻子，只要稍有不顺他心意，就拉头发玩那残忍的潜水游戏。在婚姻生活的长期折磨下，温柔的妻子慢慢患上了恐水症，但她越求饶，她丈夫越是兴奋。渐渐的，潜水游戏成了家常便饭。签书换听完录音后开始辩解，为了治好妻子的恐水症，他不惜成为酒店泳池的会员。对面的妻子委屈又害怕的反复说不是那样的，然后直接向调解员求助，坦言如果这次离婚不成功，他可能无法生存。调解员商讨后决定采用单独调解程序，如果再无其他证据，离婚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在了解完情况后，调解员认为需做家庭调查，建议夫妻暂时分开住。谁料这却是不幸的起点。就在那个下午，签书换冲到律师事务所威胁恩金，首先承认了家暴，随后警告如果不想有同样的下场，就努力使诉讼失败，还威胁说哪怕离婚也要杀了他。但聪明人偶尔也会疏忽，恩金暗中录下了对话内容。那晚决定分居，妻子光脚逃离家门。他首先想到的是去妈妈家避难，但无论如何哀求，母亲都不开门，因为刚接到了女婿的电话，坚信只是夫妻间的小争吵。听母亲这么说，妻子彻底绝望了。正在这时，签书换开车来到岳母家，紧紧拥抱了妻子，假意道歉后，硬拉着人塞进车里。不一会儿，恩金接了个电话，签书换叫他回家一下。镜头切换，恩金走进签家客厅，看到的是昏迷的妻子。当律师恩金接到签书换的电话，立刻冲出办公室，正好被值班的有利看见，于是两人一起赶到签家门口，担心引起不好的影响。恩金建议自己先进去，如果10分钟后没出来就报警，并且嘱咐有利报警时千万别透露他也在。恩金走进签家豪宅，看到昏迷的妻子和旁边无动于衷的签书换。恩金正要拿手机报警时，却听到禽兽这么说：哦，我这么用力打你竟然没死。悍然抢过恩金的手机，随手扔到了客厅角落。就在那一刻，妻子因伤势严重逝世。恩金见此深感悔恨和自责，他赶忙想要报警，但签书换不仅不觉得有错，还紧抓着他的衣领，问道：请律师花多少钱能弄个缓刑？恩金坚称故意杀人应判无期。禽兽一听立刻发飙，扬言不能让一个目击者活着。幸好恩金机智应对，拿起手机狠砸禽兽的头，趁他痛苦倒地，连忙逃出了豪宅。同时在门外的有利已经报了警。签书换在追捕逃窜的恩金，或许已逝的妻子时常因承受不了家暴，也曾多次在深夜向恩金这样不顾一切的逃命吧。但她不如恩金幸运，最终被丈夫的暴力害死。签书换一无所获归家时，门口全是警车，我赶紧给富豪爸爸打了电话，希望他能搞定一切。恩金提心吊胆回到家，显然他还没缓过刚才的惊慌，再加上深深的自责，
和安慰女儿的忧虑，情绪一下子就崩溃了。有利作为报案人接受警方调查，警官恩金嘱咐他，谎称事发现场只有他一个人。但第二天，新闻到处都是，目击千书焕杀妻案的人是有利，立刻引发了南朝鲜网友们的不满。因为律所和千家集团业务往来频繁，再加上佑利是千书焕的离婚代理，所以网红开始怀疑两家肯定在勾结。不久，首次公审开庭，检察官得知夫妻调解失败后，千书焕在妻子身上连揍数十拳，导致其颅内出血致死。千书焕听后立刻做出哭泣的忏悔表情，一边哭一边博取法官的同情，同时恶狠狠地盯着庭下的恩金和有利，那眼神像是在警告或威胁。庭审后再回律师事务所的路上，恩金的脑海里一直回荡着妻子临终前的呼救。他常想，如果早点发现不对劲，或许妻子就不会离世。还有刚才千书焕的表情，不是悔过而是图安逸。与此同时，公众讨论愈演愈烈，网络评论专家注意到，佑利作为代理律师处理离婚案，以及他的律所与千家集团签订成为战略合作伙伴的时机，恰与千书焕谋杀妻子案的发生时间一致，推测他们早已开始为此事铺路。韩国网民正被带偏了节奏，因争议闹得沸沸扬扬，指责声迅速升级为直接辱骂。这时，郑律师看到了相关帖子，果断做出了决定。因为他刚成为律所的新董事长，他立刻召集了一个高层会议，主动承担了与千家集团冲突的责任，封住了其他董事的口。接着，他排挤了自以为是的父亲字铁圭，紧接着起草了一份终止合作的通知书，彻底站到了千家集团的对立面。这样一来，既撇清了关系，又保护了恩金和有利。不久，第二次公审开庭了，检方要求把千书焕的指控从过失杀人改为故意杀人，而关键证人也是案发现场的第一目击者恩金，在第二次公审前无法忍受内心的谴责，主动找到检察官坦白了事实真相。他坚持认为千书焕故意杀人。新证人出现后，法官决定重新审理。佑利不懂恩金为什么这么做，恩金向他解释，在特定的时间，有些事就得这么做。没想到的是，韩国网友变脸胜过翻书，他们的攻击目标立刻关注从有利转到了恩金。尽管背负着巨大压力，恩金在最后的庭审上坐上了证人席，承认自己不只是千书焕的离婚律师，还是杀妻案的首位目击者。我接到被告电话后赶到现场，发现刘志英，受害人刘志英，救命！救救我！被告对着受害人说，我那么使劲打你，你怎么还没死？说出这样的话，千书焕听了还想辩解，但是恩金透露，禽兽经常谈论杀人的事，因此他在进千家前多留了个心眼，用录音笔记录下了那人的所有罪行。同时，有利拿着标语在法院外抗议，他觉得他妻子的死不是韩国的个案，而是将离婚当作禁忌、过时的家庭价值观导致的，以及离婚时面临的证据难题等因素。小普律师发现他心仪的人正在单打独斗，于是召集了律所的所有同事，为了那些在婚姻中遭遇不幸和悲剧的女性发声。虽然媒体对这件事做了及时报道，网友们也对之前的言论道了歉，但在千书焕父亲的操控之下，千书焕虽被定故意杀人罪，但仅获判15年有期徒刑。事件过后，恩金接受了媒体采访，当被问及关键问题时，却让有利来回答。显然他在培养后继者。二人一同回到律所的路上，恩金直接告诉有利，他打算离开律所，开设自己的事务所。那位曾被低估的新律师，原本的大律师恩金决定离开律所，自己开业。很快，在中介的帮助下，他找到了一间理想的办公室，并开设了一家名为“待冬天过去就迎春天”的私人律所。半个月过去了，依旧没人来找他委托事务。正当他忧虑连房租都付不起时，一位老太太走了进来，她被她老公赶了出来。为了维持生活，老太太一大早就去农田劳作，午间在餐馆帮忙，空闲时还打扫大楼赚外快。但她微薄的收入都被比她小7岁的丈夫输光在赌桌上了。她每天只吃米饭加泡菜。这对夫妻的全部财产就是婆婆留下的一块地，开发商曾出价10亿韩元买地，当时丈夫没同意卖，期待地价能涨很多，但因输钱越来越多，不单是薪水和房子都搭上了，他甚至想抵押那块地。夫妻俩因此闹过不少别扭。就在前一天，丈夫把老太太赶出家门了。恩金听了感到庆幸，通常赌徒最后都会家破人亡，导致离婚时财产一无所有。好在老太太名下还有块地，如果能证实这不是谎言，那么离婚应该不难办。听了这话，老妇人显得有些为难，承认她和丈夫还未领结婚证，如果没正式登记，这其实更有利。
老妇人不解，没结婚怎能分到财产呢？没料到恩金神色轻松地说，未来都是好事。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佑丽对客户所许的承诺，尽管听我说，紧跟着赌鬼老公就接到银行的短信，那块地被老太太申请冻结了。他一怒之下冲到律师事务所要个说法。恩金解释道，在婚姻中，财产通常会认为是共享的。赌鬼一听这话，露出了真实面目，明说当初为了避免这种事，根本没跟他注册结婚，意思就是他们俩不算法定夫妻，因为你们没登记，反而让我轻松许多。韩国法律对法定婚姻和事实婚的责任归属证明要求极高，若事实婚存续时间短，证明起来就非常困难。但赌鬼和那老妇人已同居26年，这类案子对律师来说简直小菜一碟。话音刚落，恩金便从抽屉里拿出了离婚协议书，暗示如果诉诸法律，和解金额定为5亿韩元，但那位老太太只要3亿即可同意和解，还贴心提醒那赌徒，赌博赢的钱也算共同财产，如果赌赢了大钱，共同财产达到20亿韩元的话，那分给老太太的钱会从5亿暴增至10亿韩元。同时，有利收到了一个新委托，之前决定离婚的妻子又反悔了，但这次他似乎非常坚定。然后在委托的那个晚上，妻子打电话给有利，对他又改变主意不离了。有利听后赶到医院见他，得知妻子患了宫颈癌3期，医生说能做手术就切除，否则只能缝合，所以妻子觉得离婚也无关紧要了。聊天时，有利注意到他妻子身边连个伴都没有，所以我也没告诉他是癌症，知道他肯定会怎么说，那只会让我更难过。有利听了又心酸又生气，他觉得这更是离婚的理由，但对一个传统的女性而言，宁愿死也不愿带着离婚的标签，干干净净的离开或许更好。妻子一直在照顾丈夫，想离婚却不敢开口，她已经对生活绝望，对未来的梦想更是奢望。有利听了妻子的话很受触动，坚信离婚是必须的。次日，赌徒抽到好牌，不由得想起恩金的警告，担心如果真的大赢一场，分了一半给老妇人。于是那天下午，他赚了3亿韩元到老妇人账户。为了庆祝这次和解，恩金请老妇人吃大餐。另一方面，佑丽找丈夫见面，把妻子的事情全部告诉他。出乎意料，丈夫竟然接受了，同意跟妻子商量离婚。听到这消息后，妻子特别兴奋，直到人生尾声，她才开始真正享受生活。同时，老太太面对满桌珍馐，不知从何吃起。她在感谢恩金时透露，其实她最初去的是另一家律所，是那里的律师推荐她找恩金的。恩金马上就猜到是有利介绍的，原本是妻子先联系了恩金，由他介绍给了佑利。谁料原本亲如姐妹的两人却意见一致，然而最好的伙伴即将展开终极对抗。我们上法庭解决吧，车恩金律师。行，法庭上见，韩有利律师。常言道，人到中年难免无奈，他却恰有一个热爱烹饪的妻子，生活中的不和谐让这对夫妻不断争吵。他觉得他对做饭上瘾了，而他觉得他30岁身体像80岁，于是两人几乎同时想到离婚。结果巧合的分别找了有利和恩金来代理官司，目的是让法庭明确谁错。两位律师收到委托后，马上提交了诉状。因为有利在大公司工作，他处理的案子优先审理，妻子理所当然成了被告。他感到很不服，拿出了提前准备的录音证据。丈夫每晚找各种借口挽回，还叫他别等他，早点睡，这明显是在逃避责任。时间久了，二人感到相互厌倦。恩金听后觉得可以朝这个方向辩护，他接着查看了妻子收到的诉状，发现了令人惊讶的事情。丈夫把他们夫妻的通话录音交给了有利，他为了养家糊口，每天工作到深夜，可是妻子总是找各种理由挑毛病，这让他根本无法专心工作。做饭的事就更不用说了，现在还得为此事打官司，这让丈夫感到非常疲惫。下午有利接了一个电话，对方称是妻子的代理律师，其实是恩金捏着鼻子模仿的。由于双方都想离婚，他计划庭审前尝试庭外调解，因此想要尽快见面。不久他们在咖啡馆会面了。恩金表明自己是代理律师，并指出对方诉状有误，做饭成瘾用错了吧，还有关于两人争执的分析，应该是丈夫去看医生。有利回应他不是信口开河，以确认妻子的成瘾问题，而且烹饪成瘾是离婚的主因。其实恩金了解双方都不打算和解，他这么说只是为了考验初出茅庐的律师，没想到佑利进步这么快，竟让他哑口无言。在两位律师的共同努力下，首次庭外和解辩开始了。调解员知道他们没孩子，同意离婚10分财产，不懂为啥非走法院路。一谈到无子女，妻子气冲冲，怪所有责任都在丈夫身上。她觉得关键是丈夫无能，
旁的丈夫听了更委屈，婚后妻子辞职在家，没收入怎生孩子？结果两人在调解室又吵起来了，坚决要打到庭审结束，即便败诉也准备提上诉。首次调解不欢而散，双方律师各为其主使劲辩护，非要在法庭上分个胜负。但恩晶敏感地察觉到了一点，调解期间丈夫提起了妇产科的事，他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，结果发现妻子被诊断为多囊卵巢综合症，自然怀孕的机会很低。医生说想快点要孩子的话，这对夫妇可是一大笔开销。妻子感觉如果不给丈夫生，至少一儿一女，感觉对不住他。于是她去问了丈夫的想法，丈夫含糊其辞，觉得顺其自然更好，有没有孩子不是关键，关键是夫妻同甘苦。虽然这么说，但妻子仍旧感觉辞职了却，还未怀孕，退休早会引来丈夫不满，因此她拼命想要个宝宝。但这话她从未跟另一半提过。恩晶明白了离婚的真正原因，又离去了律师事务所，有事要告诉恩晶。她也明白了离婚背后的原因。昨晚丈夫坦白了，他不想要孩子是因为经济压力，当然这心事也没和妻子说过。于是恩晶做了前所未有的决定，以律师的身份策划，让两位客户坦诚相见。原来丈夫为了攒钱，不仅白天工作，晚上还打零工，而妻子辞职是因为医生的建议，为了自然怀孕，他才不得不这样做。我本以为我们俩都很想要孩子，但想到你虽然想要孩子，却不真的将我当作女人，我们终于说出了心里的秘密，误会也因此消除了。但最终我们还是决定离婚。有时候关系越近的人越难坦诚相对，与其无休止的责备对方，不如分开来得更自在些。当然离婚标志着婚姻的结束，同时也是关系的一个分水岭，只有经历过才懂经济和生育的重压有多沉重。案件就这样圆满结束了。那晚一位西装笔挺的人出现在恩晶的律所。第一天面试，老板就让他买一块手表和一台小汽车，因为车对律师来说是急需的，而手表是因为总看手机不方便，对委托人不守时很没礼貌。有力说完这话后，想到了自己刚开始工作时，还没来得及回忆那时的快乐，这位00后新晋律师就顶撞了。他说回家要找块手表，还是更倾向于公共交通而不是开车。有力听了后百思不得其解。自从铁龟的妻子而非郑律师的母亲来到律所后，表示想要和丈夫闹离婚，郑律师很能体会阿姨的感受，于是就让有力来接手这案子。阿姨说自己和白铁龟分居已经3年，来律所是为了赶快办理离婚事宜，这对夫妻关系也该画上句号了。不过害怕耽误发现，正打算离开接个电话，白铁龟突然冲入咨询室，看着妻子的背影，立刻询问有力他的来意。但按照南朝鲜的法律，律师不能把细节透露给对方，一个律所也不能同时代表双方，毕竟不能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。白铁龟醒悟之后，赶忙跑进郑律师的办公室。如果律所给他发律师函，那不就等于儿子起诉自己的父亲吗？从未叫过父亲的郑律师告诉白铁龟，是阿姨抚养他长大的，他无法眼看他因此受苦。毕竟前董事长认识很多律师，请试着理解这次的情况吧。白铁龟听后心里特别难受，想到自己在外辛苦赚钱，成了他提出离婚的原因，甩出一句走着瞧就气冲冲地离开了。那晚，白铁龟冲进恩晶的律师事务所，让前同事帮助打官司。几日后开庭审理，妻子声称辛苦抚养带回家的孩子成人，一直把对方当作自己人，可对方不仅不领情，还对所有付出视而不见，认为是理所当然，这成了离婚的主要原因。没想到丈夫却不想离婚。听到这消息，阿姨很是焦急，她提醒法官夫妇已经分居3年多，话还没说完就被恩晶打断。恩晶解释丈夫承担家庭经济30年，确实没能抽出时间陪伴妻子，原告的不当待遇指控完全没依据。谁知道他妻子竟然把他当成了提款机，妻子多年的委屈也终于爆发了，两人在庭上争吵了起来。如果不是法官及时干预，可能还真的会动手呢。顺便说一句，27年前郑律师是为了找白铁龟，但遇到的却是白铁龟前任留下的麻烦。庭审后，夫妻俩在法院大厅里还在吵架，相反本应对立的律师却一起商讨接下来的策略。恩晶感觉这两个人有很多话要说，所以应尽快找个合适场合，争取在下次庭审前让夫妻俩冷静下来好好交流。佑丽听恩晶这么一说，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。同时铁龟想离开恩晶，透过一番话语发现他还对妻子有情，这或许是他们最后一次争执。难道他想带着遗憾等判决？在律师的协调下，两人不久后坐到了一起。其实这是恩晶事先计划的，他已经得知铁龟愿意给妻子20亿韩元的财产，于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佑丽，对方恰好也希望是20亿韩元，但他提示他的搭档，任务不是促成夫妻离婚，而是帮忙翻译谈话。因为恩晶相信
是因为沟通不畅才闹到这步田地。当妻子提出要分割20亿韩元财产时，恩金装作同意的样子答应了。当离婚协议书放在面前，白铁龟迟疑了。老婆看见就催他快签字，结果夫妻俩又因就是争起来了。恩金觉得时机刚好，向佑丽眨了个眼。为了家庭努力赚钱，你希望老婆能注意到这点吧？他既感激又对你有愧，把你看作心爱的人了。在2个律师的帮助下，老婆终于把心里的委屈导出来了。白铁龟听了非常惭愧，他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感激妻子几10年来的付出，真诚的希望她能原谅自己，丈夫能安心工作，背后常是一位无私奉献的妻子，不只是打理家务，还要照顾孩子，更别说还是个无血缘关系的孩子。白铁龟承认自己没用，之前太过大男子主义了，想到这可能是2人最后一面，但言未尽已泪液，可能是真情所动，或是常年付出终获认可。妻子一听立刻崩溃，他怎能轻易放下多年情感？经此一事，2人理应更珍惜对方。白铁龟与妻子谈完准备回家时，郑律师第一次称呼他为爸爸。他提醒爸爸和女士乘车时要记得帮忙开车门，让阿姨先坐副驾驶。郑律师希望他和父亲能享受美好时光，不结婚或离婚，这些都是人生的一种选择。我们的任务不是选出唯一正确答案，而是努力追随自己的选择。如果你已经尽力而为，那就别后悔了，继续做决定就好，不断选择，为此努力。故事就结束了。